好，然后我这边把小然后我把今天的教材上传到这个 Google 云端上面，但是它现在还在上传中，所以可能得等一下，差不多2-3分钟后，大家可以按一下这个刷新这样子。好，我这里先。听这个，OK， 好，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的部分，好像是没有，对，好像先观看安装过程的人好像没有很多人，所以我们这里等一下还是会再带各位再走一次这样子。然后，嘿，老师我已经安装完了，但是它那个显示什么那个 Key Store Format 就是函式库找不到的，那个金钥库。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有 Q&A 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那我们这里就先开始我们的工作坊，然后我分享一下我的画面。对，好 ，OK， 等一下，为什么这里没办法？好 ，OK， 那今天很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这个工作坊，然后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工作坊即将开始，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时程。那在开始之前，就是可能我们会就是我们会先请那个我们国家太空中心太空教育办公室的总监，就是今天非常感谢总监他百忙之中拨空能来到我们的课程，然后就是国家太空中心真的是就是为了我们台湾的太空教育劳心劳力啊，然后也为了这个国际竞赛是煞费苦心，就是同仁们都为了这个国际竞赛非常的忙进忙出。那而且总监更是带领我们这个出国比赛的这个大家长，所以就是感谢他百忙之中特别前来我们这次的工作坊，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下面的这个用下面这个表情符号，因为可能没办法拍手，就用下面这个表情符号来热烈欢迎一下我们的总监先来为我们致辞。好 ，OK， 对了，也谢谢张老师这边的团队。那很开心有蛮多同学上线来参与这个活动啊。那觉得在之前 Java 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语言，因为它可以跨平台。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C， 我想 C 大概是大部分同学都蛮熟悉的一个语言。那这几年哦，大概拍上的一个崛起啦，也造成说很多同学都会去写 Python 这样的一个语言，尤其是 AI 的过程。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其实我们用的是 Java 的程式。那大概这个课程分2个阶段，就今天的下午跟明天的下午。
那今天会先跟大家介绍说，在课程里面我们怎么去 set up 我们的系统，那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语法开发。那再应该会写一个小小的范例哦。那比较进阶会在明天来进行。那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会有所收获，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资讯背景的发现到其实在所有的程式里面它重要的不是我怎么去写它，或我怎么去做样一个开发，那而是它整个的逻辑啦。所以我相信来参加的同学蛮多，应该都已经接触过一些程式。那你会发现到，其实不管你用哪种程式语言它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怎么样去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用法。那逻辑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再就是所谓的一些函式库的呼叫跟使用。那如果你会这些之后，其实不管你又到就业，在这个比赛里面，那甚至是未来其他的发展，会有更新的语言出来，我觉得都会受益蛮多的。那程式这种东西，它不是一触可及啦，所以大概要慢慢去累积哦。那我希望在这个课程中，不管之后在竞赛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名次，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学到蛮不错的一些技能，那也累积，慢慢累积那未来可以往太空这个方向来继续发展。那么太空其实很兼容。那我有看过大家的背景有一些同学比如说高中啊，甚至有一些甚至不是资讯相关科系的同学，那我也很开心有这么多不同领域的同学来对太空这个领域是有兴趣的。那我想这也是你们的优势啦，就是说其实在不同领域里面尤其在这几年来，我们会发现到有 domain 的一些 know how， 还有一些 domain 的想法，那结合到我们跨域的一些 skill， 一些程式的技能，那它可以开发出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思维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课程其实 for Kibo 的 RPC 就是机器人挑战赛的一个活动来举办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去驱动先用一个测试模拟的软体来驱动一个我们 SB 这个太空上面真正在太空跑的一个小机器人。那驱动它，然后去帮我们做一些AI 的判断，还有一些路径逻辑的一些应用。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大概可以学到蛮多东西，也有一些很 real 的一些用法，那可以对大家未来在程式啊或者在相关领域上面的发展会有一些帮助。好，今天再一次谢谢大家。那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同学，这样 OK？ 好，谢谢。好，谢谢总监，那感谢总监精彩的演说。那就是大家是不是也对这次比赛呢有一点信心？因为我相信大家如果来这边参加的，应该都是对这个竞赛有所兴趣的。那这个对程式这方面，还有太空科技这方面，也有一些也有一些想自我成长的部分。那虽然大家是竞争对手但还是希望可以一起变强因为其实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自我成长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就感谢总监的致辞，然后我们这边这课程准备正式开始。然后这个因为昨天的部分，昨天可能我有上传一个这个课程前准备影片，因为可能安装环境过程中会遇到的意外因素会比较多啦，因为我们自己测试安装环境过程中遇到意外因素其实蛮多的，所以就特别拍了这个安装前影片。那但是可能因为发布的时间太紧急了，所以可能大家来不及观看。那我们这边就还是会带大家重新走一次这个安装的流程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赖彦任，然后可以叫我燕老师。然后这个是你们这次工作坊的讲师，然后也是这个然后我也是这个粉专宣传 Kibo RPC 这个活动粉专宣传的小编，然后跟你们看到这个官网的管理员，然后还有也是你们参赛者联络
联络的窗口，就是你们如果写信写到 QRPC 里面，这个部分信是写到官网的那个联络信箱里面，这个信都是我会收到，然后我会跟你们进行回复哈。那我现在是成功大学硕士毕业，然后现在已经毕业了，在成功大学这边当研究助理。那这次很有这个荣幸接这个活动哈。那我们今天就会带大家我觉得时间上可能因为安装模拟器中可能会遇到很多意外因素哈，所以我觉得时程上可能这个时程有可能会拖到1个小时，甚至超过1个小时。那在观看教导模拟器那边呢，中间我们也有一些需要等待的部分，所以今天可能不一定能进到范例 APK 的讲解。对，那我们这边的时程安排呢，就是50分钟，然后会让大家休息10分钟，所以等一下到2点的时候，就看进度怎么样。如果到2点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让大家休息10分钟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就进入到这个开发环境的建制。好，那我直接切换到我的萤幕。那你们各位可以照我的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分享，大家看到现在的这个萤幕画面呢，是一个 Windows 主机的画面呢，还是这个 Google Chrome 的，还是这个 PPT 的画面？就是有没有人能在留言区跟我讲一下？这是 PPT。哦 ，OK， 好，那我重新分享一次。然后对，等我一下哦。来，好，好，现在应该是 Windows 的画面了。然后我这边等我一下。好，对，现在应该是 Windows 的画面了。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这边来操作。然后我这边好，那首先呢，就是大家如果你是空了电脑的话，那就首先就是先开启你的 Chrome，然后我们就是先打这个 Android Studio。这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程式 APK 的建制呢，其实都是在 Android Studio 里面去做 APK 的打包以及封装。那我们需要先透过 Android Studio 的打包成 APK 之后呢，它才能送入这个Entropy 让它去做执行。那这个 Android Studio 它是做一个封装工具啊，当然你的这个程式撰写可以通过 VS Code 或者是像现在很流行的 Vibe Coding 这种Cursor 啊 Windsurf 这种软体或其他的 IDE 来做编辑哦，但是就是打包的时候其实应该还是用 Android Studio 居多。那 Android Studio 进去之后呢，不要下载这个 Market Feature Drop。那我们这里就在 Android Studio 这边打一个 Archive。这边是能那个观看就是等一下哦，多打了一个字，不好意思。这边就是能观看它历史释出的 Android Studio 版本哦。那在你们进去的时候呢，可能刚开始是中文的格式，然后刚开始中文的格式，所以你们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奇怪的无限回圈。就是如果你看像如果我选中文的话，它会呈现这个样子。那你们这边呢，可以用这个英文的，就要换到英文的，它才会跳出这个授权。那授权之后，这里你就要按 I agree to the term， 就是你同意这个授权。然后官方的版本是要安装我们的 Android Studio 3.6.3 这里。那就是我们就是点击这个 3.6.3 点下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这个 installer。那 installer 的部分，如果你是 Windows，我先询问一下，我们这里有人是用 Linux 的使用者吗？因为那个可能要跟 Linux 的使用者说声抱歉，因为我们今天应该是不会教 Linux 的 Android Studio 的安装方法。不过影片
会后续上传，它会上传在后续的影片上面。对，那看起来留言区没有人回应，所以应该大家都是用 Windows 的。那如果你是 Windows 的，我就建议你们直接下载这个 Windows Installer， 然后点下去，它就会开始下载。对，然后开始下载的时候，这边我已经先下载好了。我先取消。对，这边我已经先下载好了。你们下载完之后呢，这个通常它下载需要一点时间啦。就是下载完之后呢，就可以点开这个 Android Studio。好，那他会问你要不要那个允许存取，然后你就 OK， 然后我们就一直按 Next， 然后他会问你说 Android Virtual Device， 这个就是说他就是有些人他用 Android Studio， 他可能会要开发这个手机的 App， 那或者是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显示器的功能想要做测试。那这个就是我们没关系，我们就留着，这后续或许会有机会可以用到。那这个安装的路径这边就不动它，然后我们就直接这个按 install， 然后这个 create shortcut 是指说它会不会在你的这个搜寻栏这边显示这个快速的路径。那如果不要的话，你如果不想要它出现你的搜寻栏，应该一般都不会啦，就是我们就直接按 install 这样。好，那这边按 install 之后呢，我们 Android Studio 这边就装好了，然后它会开始启动。然后这个 configure installation folder 就是指说，你可能有些人他对 Android Studio 已经有做一些之前的设定，那他可以设定这个 folder。那我们都是第一次安装嘛，然后那我们这边就点 Do not import setting。好，那这边就会出现这个荧幕跟车子的这个画面。那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就按 Next。然后一般来讲，如果说这个状况有点特殊，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使用者名称啊，这个使用者名称你是用中文的使用者名称的话，在这个 standard 这一块可能会出现一些 error， 那你可能就用 custom。那 standard 你如果按 standard， 它会帮你把大部分的模组都先装好，然后我们可以在后续再做这个安装的更新，就版本的更新，再依照这个 Keyboard RPC 的官方释出文件，然后我们去做这个版本的更新。那我们这边就先按 Standard。那这个颜色的部分就看你们各位喜欢，就是白色或者是黑色，然后我们直接按 Next。就是如果你是想要符合工程师的风格啦，那一般 coding 的开发者好像大家都习惯用黑色，或者说这样可能会比较护眼一点。那我们按 Finish 这样，那它现在就开始进行安装了。OK， 那我们这边就等待它这边进行安装，然后安装完成这样。好，然后我这边，然后大家在安装的，就是反正我现在在等待安装嘛。那这段时间大家就可以这个就是大家就可以就是也照着我前面讲的这个步骤，然后这样操作一遍。然后也可以先到这个 JAXA， 就是 JAXA 的 Keyboard RPC 这边 ，PC 这边。
然后进行这个就是 sample APK 的 download，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download，点一下它。OK， 它现在在安装，所以它的这个时间会跑的有一点点久。对，这个 sample APK 跟 template APK 这个部分都可以先载下来。对，然后它载下来应该会是压缩档。对，然后我这边会建议大家就是把它载在，就是载在一个英文的资料夹里面，或者是你自己使用者本身的资料夹，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创一个资料夹，像这里有一个叫 Keyboard Test， 我这边就在 C 草创了一个叫 Keyboard Test 的资料夹，然后你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然后就把它解压缩。OK， OK， 那这边它还要安装一段时间，那这边就我先开放5分钟好了。有没有人在刚才哪里有出现问题？然后还那个在前面我讲到的环节有出现问题，然后要确认的，大家可以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对，因为它安装还需要时间，那这个时间放给大家操作。那如果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就在这边操作，然后把刚才这个范例的 APK 下载下来。对，好，然后我这边把对啊，我安装，如果那个安装完成，可以在留言区那里打一声那个安装完成。对，然后如果昨天已经安装，已经有安装成功的，我们这个过程差不多会持续，我猜应该会持续到2点20，或者是2点20或2点半左右，所以你们可以第二堂课再回来，没关系。
哎，等一下，没关系，我江同学，因为我们等10分钟，我这里可以先解你的问题，你可以先进来这个 meeting room 里面，我们在这个 meeting room 里面讨论 ，OK 吗？好，对，然后我们这里35分会回来。老师可以再翻一翻。我可以再发一遍吗？好，
好 ，OK，那我们现在这里35分 ，OK， 这里安装完成了嘛？那应该，嘿，就我们这里35分，这里安装完成了。然后就是因为为了避免说大家问题太多，然后干扰到就是声音干扰到其他同学啊，所以我在聊天室这里会开一个就是另外一个会议。然后如果在等待过程中，我会把这个麦克风把它关掉，我会进到另外一个会议室里面。那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到这个会议室里面来跟我做询问，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能看到页面应该会是这个页面。那首先就是按照官方文件，我们要先打开它的 SDK Manager。对，然后你如果是 Standard， 它这个36它会安装。对，那它除了是安装36，它还有一些基本套件也会跟你帮着一起安装。那如果它如果没有这个，如果你是 Custom 的话，它所有套件都不会安装。那我们这边就是 SDK Platform 这个36先把它取消掉，因为它会造成你的这个程式编译错误。对，就是没办法被打包成这个 APK。所以你们这边36要先取消掉。然后根据官方就是根据我发的那一个教材啦，你们需要装的是 SDK Android SDK Platform 25、26，然后跟28这三个 platform， 这三个 platform 先把它打勾起来。在 Android 8.0 SDK Platform 25、26。SDK 就 Android 8.0 Android 7.11的那个 SDK Platform 25，然后8.0的这个 SDK Platform 26，然后跟9.0的 SDK Platform 28，这把它勾起来。然后呢，这边上面的 Platform 这里切换到 SDK Tool， 就是上面这里有3个栏位，这里切换过来。然后这个36先把它取消掉，然后我们右下角这里按 Show Package Detail。好，根据官方文件，这里我们要装的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我确定一下我有没有讲错？对，因为有时候怕自己还是不小心讲错。等一下，在这里哦 ，OK， 25.03，这是25.03。然后跟26.02，不是26.03哦，记得不是26.03，是26.02。然后28.03，这个把它装起来。然后这个我们这里要装的这里有一个 NDK， 下面往下滑有一个 NDK 要装的是 20.0.5594570。对，好，那先给大家时间操作勾一下。然后勾好之后，我们这里可以我们这边就直接按 OK。然后你按 OK 之后呢，他会问你要不要把以下这些解除安装。那这些就是因为它版本会冲突，所以你这边要把它解除。然后你的这边就是确认一下25.05，然后25.03，25.0.5594470，然后25.03，然后28.03，然后 SDK Platform 252628，然后跟那个26.0.2，对，然后这边都确定就按确定。然后这边会要你授权，你按 Accept， 这边按 Accept， 然后就开始装。对，如果大家还是不知道勾哪几个的，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就是我可以看一下我的投影片里面，然后也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就是用我这个反白起来的部分。那你勾起来之后，它就会开始做安装。OK，那这个安装过程呢，
我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好了，就是如果开始安装了，就在留言区可以打一下开始安装。对，因为它安装过程可能需要30到它安装过程可能需要30到40，应该不用那么久了，应该网速快的话，应该5到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对，那如果网速慢，可能要20甚至对25分钟左右。那如果大家已经开始在这个安装的页面开始安装了，那就这个在聊天室打一下开始安装啊。如果有人还要我再讲一次到底是哪些 package 的话，也可以在聊天室打一下，我可以再把 package 再讲一次。好，那我们等到45分，然后我们就让它一边安装，然后我们等一下我来讲一下模拟器的部分，因为这2个部分是独立开来的。OK。我想一下。好，
那大家那个我这里先稍微简单讲一下模拟器，然后因为模拟器它处理需要10分钟，所以等一下我讲解完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也可以休息去上厕所装个水这样子。好，那这边我们应该大部分都已经开始安装了，那有些人我看到有些人已经安装完成，那我这边是还在装，那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模拟器的部分。那请大家先到这个我传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等一下 ，OK， 等一下，就请大家先到这个上面聊天室最上面的时候，我传的这个 Google 的这个云端连结，我再传一次给大家，去下载这个 Debug APK。这里，请到这个 Google 云端连结去下载这个 Debug APK。对，那这个是你们跑完 Sample APK 它会跑出来的这个档案。那我们在下载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先到这个 Keyboard Jasa 的这个官网，然后右上角这个 Login， 等下点进去，然后它正常来讲，它会要你输入一组账号密码。那你们这里你们如果不知道账号密码的，可能要跟你们的组别的人讲一下。然后我昨天有在群组里面讲说，就是可能大家因为你们是5个人或3个人一组，那你们可能会有我不确定会不会有同一组有5个人一起报工作坊的状况。那如果同一组有超过3个人一起报工作坊，你们可能要协调一下你们这个使用工作坊的这个 simulator， 使用这个官方 simulator 的这个slot 的分布这样子。对，那你如果进到这个官方的 simulator 呢，这边会有这个 home， 然后跟 simulation， 然后bulletin 的 board， 这个是盾坛，然后这跟你可以设定更改你的这个 password。对，那我们这边呢，这个我们要跑的是这个 simulation。那这边我这边有先跑一个啊，但是这边已经就是我已经让它 terminate 了，因为它跑一跑，我发现有设定错误，所以就是我先把它 terminate 掉。那照理来讲，其实来讲，这3个地方都是可以让你做这个上传区的，就是这个 slot 这3个地方都是可以让你去做上传的。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刚刚我们从这个里面抓出来的这个档案下载的这个 debug APK， 然后把它 drag 上来。你可以点这个它会自己跳出来，或者是也可以从里面自己抓，然后丢进来。对，然后记得丢准一点。对，因为如果丢不准，它有可能会它就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对，然后这边 simulator 可以调那个 version 是不能调的，那这边可以调这个 normal 跟 hard， 然后这部分这个我在这个在这个说明会的时候有讲过。就是它的这个它的难度呢，其实有分就是好几种等级。那你 normal 的话，一般就是可能是1、2，就是1、2，然后可能只有一个3这样子，因为它只有4个 area， 然后它难度通常可能就1、2，然后只有一个3，然后可能如果 very hard 的话，那通常就是可能是2，然后3，可能22，然后3。可能3334或者是4443 maybe 这样子。对，那这边就可以调这个难度等级。对，然后那个 hard 的话，它的这个
就是干扰因素也会比较多一点。对，那反正我们都先跑 normal 啦，我们都先跑 normal。那我们这边就可以这个丢上去之后按 Start Simulation。对 ，OK。好，那它这边就会开始转圈，代表它正在把这个 simulate，正在把这个 APK 上传到这个 JAXA 的官网上面。对，那不是官网上传到他们的模拟器中心，然后他们模拟器呢会开始对你的这个 APK 程式进行模拟这样子。那如果你在过程中忽然发现你程式写错了，那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 Terminate Simulation， 就是把它关掉。那如果没有写错，你就想看结果，那你就等着让它跑。那这个跑的过程呢，通常会需要到3到5分钟，取决于你的程式它运作的时间长跟短。就是如果你的程式不小心写了一个无限回圈，那它让它一直在一个地方做，那这个可能它可能跑完就是需要非常久的时间。那如果你的程式非常的短，就是只让它移动到一个定点，像是我们的 sample APK， 它就是让机器人移动到一个定点，那这个它的模拟器跑的这个时间就比较快一点。那也取决于这个你们现在使用人的量，所以这边不过大家如果还没丢的人，其实可以丢2跟3。对，就是大家可以分着丢，就随机丢啦，就1、2、3随便挑一个，不要全部都丢1，因为全部都丢1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卡住。但是我知不知道他们内部他们的这个模拟器的分流是会打乱之后，然后随机分配到，全部都并不是打乱，就是全部平行运算分配到所有的伺服器上面，还是说他们就是一个 slot 就分配给一台伺服器这样子，就几个核心这样子算。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状况，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随机丢。对，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先回来。OK， 它这个部分它还在装，还没装好。OK， 那我没关系，我们这里先等它装，然后我们这里先下课，就先提前5分钟下课，然后我们下课10分钟，然后大家可以去上个厕所，2点05分再回来。对，好，那有问题的可以到就是那个这间会议室，就是到我传的这间会议室来跟我讨论。
OK，各位同学，不好意思，稍等我一分钟，我这里先 forward 一个讯息给一位学员。好 ，OK，好，我把信转给你了，然后这个你还是要找人报名，因为这个账号我工作坊开完之后，它就会无效掉了。对，因为它是这个它是拿来教学用的账号，所以这个其实只有开3天而已。对对，那在对昨天、今天跟明天都还是可以用的。对，密码是乱码。我对，是没错，那密码是乱码，没错。对，好 ，OK，那大家我们这里先回归回来原本的课程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APK 已经安装好了，不是 NDK 跟这个平台这边都已经安装好了嘛？那我们就 finish， 然后 finish 之后呢，你这里打开一个 Open and Existing Studio Project， 然后记得这边这里要先做这个解压缩，要先把这个 sample APK 解压缩。那我们就打开它，然后我们现在在 keyboard test 嘛，那我们就是点一下，我这里 OK，这里就是点一下这个，然后这里有看到一个安卓的符号吗？点一下这个 sample APK， 点开，对，好，那你们进来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个档案的部分，就是这里它现在是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现在还不是这个就是开发的界面。那因为它现在正在下载你相关的这个封包资料，就是它要建造一个你的 APK 可以运行的这个环境。那它要先把这些环境啊，就是什么，就是 H 笔试用的封包先引入。那这个是 Gradle 档，那就是你们如果点进来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Gradle 档，它正在加载。那如果你看到这个加载中就没问题了。然后记得这边有一个 update， 官方有再次强调，就是他们非常强调，不要把这个 IDE 做 update， 因为 update 之后它有可能会自动帮你更新成其他版本，那你的这个程式就不会相容。OK， 好，那所以大家可以操作一下，就是打开按那个 Open and Project， 然后直接 Import， 然后如果你也可以直接从这边做 Open。然后记得要点这个 Android， 有这个 Android 的样态的这个，对，好，好，那这边给大家3分钟让它装一下，因为它的这个装也需要一些时间。
好，那我们这里那个大家应该都已经开好，让它在这边加载了吧？那如果你们开好在这边加载，就我们可以回到这个 simulator 的刚才这个 simulator 的这个画面。那你可能会看到这边还在就是上传中，那其实应该是已经跑好了，因为过了这么久，也有可能大家都在上传，所以它的那个 loading 太大。OK， 好，那它跑好，那这边跑好了，我这边就可以，你们可以点这边 result 去看这个结果，就是它会显示你之前跑的这个历史成绩，然后这边它会有一个就是会有一个就是 view result， 就是你的这个东西，如果你的这个 slot， 如果你没有去点这个 view result， 它是不会记录到这个 result 里面的。所以我们这里 simulator 我们就点 view result，OK，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把我们这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按这个simulator viewer，OK，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在跑这个模拟器，它就会把这个模拟器开始加载，然后你可以看这个 H-B 它在这个模拟器中它运行的这个轨迹，还有它的这个样态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这边在然后它这个页面呢、啊，就是如果你让它加载这个页面，不要让它洗掉。所以所以我会建议你们，如果还要再看其他 result， 因为它不能动嘛，你们还要看其他 result， 你们就再 login， 然后去这个你已经 view 过了嘛，所以这你刚才提交的这个，你就可以去这边去做观看。好，那这边讲一下，这个是你的这个总分。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部分呢，在 sample APK 的时候，它就只有做移动跟旋转，所以它的总分只有就是42.2，就是 Oasis ROM 它给它加了6.5分，然后整个这个跑的这个时间呢，你们如果是用 sample APK， 因为我是用那个我是用一个测试的 APK 跑的，所以你们应该会是sample APK 应该会是50.6，就是这个 sample APK 它应该会是50.6分，然后这边它就会有 Oasis 这种 bonus。然后跟你的这个OK，Navcam 拍照的这个相机角度啊，然后还有你的这个 score， 就是你找到了几个这个 item， 然后有没有对到真正的 target item 的部分，对。然后下面这边，因为前面有讲到，就是以防有人这里不懂，我这里我可以再把说明会的这个内容我再讲一次，就是因为可能有人是全新报名进来的，那他们整个的流程呢，其实它会有就是它其实会有4个 area 点要做辨识，就是 area 1、area 2、area 3、area 4，然后还会有一个 target 的这个图，这个要做辨识。那这4个呢，这4个点的 area 1、area 2、area 3、area 4呢，它就会显示在这边，就是它的图是长怎么样的。对，那我们看到这个差不多就是等级2左右。然后像这个只有一个的，这个就是差不多就是等级等级1，对，等级1左右的这个难度。对，那他们有分这个 landmark 跟这个 treasure， 就是在这边有分 landmark 跟 treasure 的部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回报的是这个 landmark 的数量。treasure 只有这3个 crystal、diamond 跟 emerald， 就是绿宝石。然后 landmark 有这些，那我们要回报的是这个 landmark 的数量。那所以就是这个是 diamond 嘛？那是 diamond 啊，没关系，反正这个是 treasure， 这个我们知道是 treasure， 然后这个我们也知道是 treasure， 然后其他这几个都是 landmark。
对，那你要回报的是这个 landmark 的数量，就是2个 core row， 然后1个指南针，然后一个 later 这样子。对，好，那这边的模拟器这边应该跑好了。OK， 那我们这边模拟器跑好了，我们这边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模拟器的操作。那我们先把这个贴上来，我们先把这个模拟器这边先贴上来，然后我们按进入，然后这里它会给你一个 password， 这个 password 要复制过来。OK，password 把它复制过来 ，same password。好，然后你们进来会看到这个页面，那你们这里呢，这个 slide 这个 bar 可以去调它的这个速度，就是你要播放的速度快或慢啊。那它播放通常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我这边习惯都把它虽然这个可以框，但是我印象中它是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打字的。对，就那你就把这边点开来，然后按 play。OK， 那你这边就会进入到一个模拟器的画面，然后，前面这个呢是 navcam， 按 pause 一下，前面这个是 navcam， 后面这个是 darkcam， 就它后面的镜头，然后跟它的前镜头。navcam 是你们拿来做拍照的这个，就是做物件辨识跟拍照的主要的相机。那拍摄角度这些也是要从 navcam 这边去看。对，那这边呢就是这边呢就是主要的就是 keyboard 长，然后它模拟器有几个操作功能，就是它其实可以旋转的。那按住滑鼠的左键，按住是做旋转，那按住滑鼠的右键，上下或者是滚轮滚动，这个是缩放，然后按住滑鼠的中键就是滚轮，这个它是反向移动。就是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操控你的反向移动，那你就可以 resume， 然后这边开始跑，那这边会显示它整个任务的讯息，对，这边会显示它一整个任务的讯息，然后这个是我写的一个测试的范例 APK， 然后所以它这边其实是会乱转的，就刚才这个42的那个，所以我这边其实是在就是写一个让它乱转乱跑的这个程式，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动作是这样一直在移动，然后这边会显示它的轨迹，对，然后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个物件在哪里呢，就是它会有4个 area。那等一下我们我们有特别为各位有建一个就是 3D 的模型，但是可能要用这个 Rhino， 就是开源的。如果你们昨天有收到信的话，那个我们有建议各位可以下载 Rhino，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这边 OK， 这边有一张辨识的图。然后刚才那边，OK， 刚才这边也有一张辨识的图，然后到这边也有一个太空人，就是这个方向，它也有一个太空人会拿着这个图这样子。那最后我要完成，它就会写 Mission Finish 这样子。OK， 那这个是模拟器的部分，这个是模拟器观看的部分。那 log file 我们这里。我们等一下再说，因为我们这个 APK 这里应该已经程式应该已经建好了。对，那我们先回到原本的这个地方。有人有问题是吗？嘿，我补充一下哦，就是我们在请燕回到那个simulator 的那个荧幕好吗？好 ，OK。然后到 view result 那个部分，因为 JAXA 官方这边有特别讲说，我们的 results 最多可以看20个 results， 然后之后就要 remove 掉那个results 的部分，才能继续跑下去。对，
对 ，OK，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参赛者留意一下，这样子。对对，这个部分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讲这个，对对，我们谢谢明君姐特别提醒这件事情，因为这部分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模拟器的部分，我们模拟器是还没讲完，所以后面我这边还会讲，然后还有包含像模拟器还有一些隐藏的功能啊，就是这个都可以这个我等一下都会讲完这个怎么建 sample APK 之后，我都会做一并的解说这样子。好，谢谢Ian。OK， 谢谢明君姐。好，那我们这边就回到我们刚刚这个画面。OK， 好，那这边如果你们的这个程式啊，它是建立好的状态，它会从这个程式档名这里变回这个 App， 就是 APP 这个画面。对，那你这边呢，就把这个 App 点开。你可以看到一个 Java， 对，那 Java 这边呢，它有2个界面，一个是 Main Activity 跟这个 Your Service。那 Main Activity 呢，它其实就是它需要 loading 一下。OK，Main Activity 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你要写这个模拟器界面的时候呢，你会用到的一个。简单的就是假设说我们想要开发一个安卓手机，那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 Main Activity， 但是我们这个功能呢，其实它只会送到这个 HTTP 上面去做运行。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以这个 Your Service 为主要的开发程式。那这 Main Activity 是它的一个 default 的程式码，那我们这边就可以暂时先不用理它。好，那字好像是有点小，那我这边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字有点小的话，你要怎么做处理？就是在 File 这边开启这个 Setting， OK， 然后你在这个 Setting 这边呢有一个 Editor， 这个 Editor 把这个 General 点开，好。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Change Font Size Zoom with Control Mouse Wheel， 这个把它打勾，然后按 OK， 然后现在你按 Control 加滚轮，这个字体就会跟着放大缩小。OK， 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要纵观的话，就可以就可以纵观。那你要细看，就是说看这个细的这个字，那它也可以做这个细看，对，好，那我们这个 Main Activity 的部分呢，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边在它这边会先 import 一些 API， 还有它的原本的基础设定，就是它自己写好的一些 class，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那个会有一个public 跟 protected， 这个是 Java 的语法，这个我们如果有机会，对我们这个我们明天会做细讲。然后在这个这里啊，它就会设定一个 point， 然后 quaternion， 这个都是一些 keyboard 的细节的语法。那这个我们可以讲说，这里我们先不用理它。那你可以设定你的 run plan 1、run plan 2、run plan 3。那怎么建立这个 APK 呢？就是你在这个 build 这一边去按这个 make project， 这个 make project 把它点下去 ，OK。然后这里有一个 build 有没有？这边左下角有个 build， 把这个 build 点开来，你会看到它正在跑这个 build task。那 build task 它下面这边会有状态讯息。那它正在 build 中。那它第一次跑的时候，它可能都要加载这个 Gradle， 所以它可能这个跑的时间呢，你可能要等它2到3分钟，因为它第一次跑。那后面呢，它这个 Gradle 加载好之后呢，它其实它 build 的速度呢就会快很多。OK， 那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快。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 build， 这它 build success 的。那它既然它这边 build success 之后呢，
你就可以到这个 App 里面，就是你就可以到你原本的这个路径里面，然后我们去看这里有一个 App， 对，这个 App 把它点开来，然后这里会有一个 Build， 这里点开来，然后 Output APK Debug。OK， 这边就有一个，我们看下午2点29分，刚刚 build 起来的一个 APK 专案。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在这个上面所上传的这个 APK 的这个专案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的这一边，就是刚刚的模拟器这边，我这边看一下，刚刚的模拟器这边，然后大家来。大家就可以上传上来，然后让它开始跑，对。然后我想一下，我看刚刚好像大家其实没有到，就是大家好像没有实操到这个模拟器的这个练习的部分。那我现在可以给各位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大家实作去看看这个模拟器的画面，对。好，然后后续再来，我们就会讲模拟器里面的一些细节，就是 log file 啊，然后这个分别这些 file 分别代表什么这样子。OK， 好，那现在就给大家5分钟，然后来进行这个模拟器的实操，因为刚才应该已经有网址了，它这个网址建立之后，它在一段时间内，它都还是可以去做这个开启的。对，好，那就给大家5分钟，我们7分钟好了啊，模拟器可以让大家玩一阵子，就是我们40分，我们可以是40分再回来，那你们可以操作模拟器这样子，然后照我刚才讲的 ，OK， 就是缩放，然后观测这样。好，那有问题的也可以到刚才那个会议室来跟我们讨论。
哦，然后各位如果有收到信的话，这边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啦，就是我们这边有做一个这个他们的这个现实展示的这个 model， 那我这边会跟大家讲，因为你们可能到时候开发的时候都还是会需要，因为今天主要是在跟大家讲 teamwork 需要做哪些工作。就是你们可能会需要策略讨论啊，然后你们可能需要分工啊，那会先把一些先备的技能，对，就是先备的技能，就是像是这个你们策略讨论的时候，你们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助你们更快速的做策略讨论，然后 teamwork 你们可能要一起共编程式，那这个这个 Git 的部分要怎么操作？对，好，那我这边就会，我这边等一下就会稍微讲一下这个程式，就是你们要怎么去做操作跟运作这样子。那你们要讨论的话，你们可以用我们给你的这个模型，然后来做这个策略跟你们的这个组员做讨论。对，好。那这个东西呢叫做 Rhino， 那你们可能要先到这个 Rhino， 就是到 Rhino 的官网这边去做搜寻。就是昨天这里有先昨天这里有先跟大家讲，然后你们可以这边可以下载，然后它登录之后呢，你如果是新账号，它会送你90天的试用版，那足够让你们用到比赛结束了啦。对，就是90天足够让你们用到比赛结束了，所以你们这边可以做登录。对，那我这边也会讲解一下这个东西它的用法，它就是一个3D 建模软体这样子。那简单讲解一下，你们如果要在这个模型中实现讨论这个程式的运作，那要怎么去做这样子。OK， 那大家这里可以先按下载，然后我这里模拟器讲完之后，我们再切换到那个部分，我去做讲解这样。好。好 ，OK， 那我们现在时间到，大家模拟器应该都玩的差不多了，那应该也都会操作这个，就都会看这个模拟器的这个 simulator 了吧？那会这个模拟器的这个 simulator， 我们这边就来讲一下其他的这个程式的部分。OK， 那我这边先就是好。好，那这边呢，模拟器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这里是模拟器的 simulation 的部分，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它的这个 results， 然后还有你的历史分数。那然后你要自动移除，因为它模拟器最多只能放20笔资料。那像这个 terminate 不需要的，我就把它移除掉。OK。对 terminate 不需要这个，我就把它移除掉。然后如果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结果 results。那这边可以把你当时的这个 APK 档download 下来，然后在这个下面这里呢，有所谓的 log file， 然后跟 image file， 然后跟 raw spec file。那 raw spec file 呢，这个通常这个是基本上都不太会用到的
就通常都不太会用到的这个程式，就是它是给模拟器，就是里面这个 simulator activator 去做运作的，所以它是给模拟器在读的。然后这个 log file 呢，写的就是你的这个模拟器之中它系统会出现的状态。然后这里有这个 download image file， 则是呢你在这个扫描这个图片的过程中会做拍照嘛？那你拍照你存下来的这个照片呢，就会被存放在这个 image files 里面。对，那我们这边呢，你可以按一下 download log file， 然后它会用这个zip 的方式呈现给你看。对，然后我们这边呢，我开一下其中一个给你们看一下。OK， 然后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log file， 然后 log file 进来呢，这边 log file 这边进来呢，就会有这个就可以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大家都有装 VS Code 吗？就是我们在这个昨天也有寄信提醒大家，可以去装一下 VS Code， 因为你在写 code 的时候啊，就是 VS Code 是其实 VS Code 是比较万用的一个工具啦。我现在我自己这样觉得，对，那你包括你即将读文字档或者是读这种 JSON 档，那 VS Code 你当然也可以用文字编辑器，就是用 TXT 就是记事本去开启，但是 VS Code 这个部分就是 VS Code 这个部分其实方便很多，就是而且它读起来个人觉得比较舒服一点。那没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装 VS Code， 那现在可以去这个地方。现在可以去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地方去做这个下载，就下载 Windows 版本的 VS Code， 然后直接做安装，直接做安装这样就可以了。对，就是一直按 Next， 然后直接做安装这样就好。对，然后这边如果还没装的就稍微去下载，然后按一下安装。对，然后我这边讲一下这个 log file 的部分。就是 log file 呢，它这个是系统的档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就会一直有时间，然后它会报各种不同的讯息。那我们 keyboard 我们这个在这个 result file 这个部分呢，它则是这个你看到的这个，它这里不是有一个 dashboard 吗？它是各个细项。那像我们这个 result file， 我们就有看到，我们就说它的 report 啊。它跟它进行回报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外太空人是多远？因为我们有说这个规定里面有说 report 距离太空人要多远嘛，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像这个 area 的部分，它这个 area 1它有没有答对 ，area 2它有没有答对 ，area 3它有没有答对，然后 found report 它有没有找到这个 treasure。就是找到太空人要他找的东西，这个有没有答对？这样 Oasis 中它的分数是几分？对，然后时间就是 time bonus， 就是说那个时间加成项，它那个加了几分？但这个它没有公告它计算分数的权重，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几分的算法，这个我还无从得知。但是就是说，至少这些地方是你可以去看它到底是 level 几，像这个就是3、2、4这样，3、2、1、1、2、3、4这样子。对，好，那这是 result file 的部分。那你可以透过 result file 去做这个你的就是你可以透过 result file 去做这个你资料的结果判定，就是你的综合评分综合评分指标。然后
log file 这个部分呢，则是让你知道说 ，OK， 我的程式在运行的状况中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那像你的像你可以在你的 sample APK 里面去打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语法叫做 log 点 i 这个语法，这个语法呢，它可以对着你的 log file 去发送一个指定的字串讯息。那像我这边发送的这个字串讯息呢，叫做 start mission。像我这边发送的这个字串讯息呢，叫做 start mission。对，那这个语法我们到时候会介绍，但是就是说我们明天会介绍，但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start mission， 你就只要记得它会向这个 log file 系统发送这个 start mission 的讯息就好了。然后你可以有了这个 start mission 之后，你看这个 log file 乐等，它有几千行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OK， 那我的这个 mission 现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我的 debug 系统出现什么讯息？我的 debug 系统出现什么讯息？像我这里呀，接收到了这个要移动到下一个 point 的指令，就是它的移动到下一个 point 并旋转的指令。然后我这里拍了一张照片，叫做 P1 img 点 png， 这个它什么时候出了什么讯息，这个你就都可以都可以去做这个追踪。那你如果上传之后，如果有问题，这个你也就是说，你想要知道你现在面向哪一个方向，但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 log i， 然后把这个你现在面向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输入，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OK， 那我现在就是 HOB 它面向的是太空舱中的哪一个方向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的 log file 跟 image file。那 image file 的部分呢，则是你要有做这个拍照，然后有做这个 save image 的部分。这个也是明天会跟大家讲这个进阶的拍照跟这个PNG 的这个储存要怎么去做设定。那像我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我的 Navcam 就拍了3次的照片。那你 download 下来呢，你的 image file 就会像是这个样子。就是你 download 下来你的 image file 就会像是一个压缩档，然后点开来呢，它就是 P1 的 img 这样子。对，好，那你就可以及时看到说 ，OK， 那我拍的照片，我到底有没有拍到到底有没有拍到这个 AR tag 跟我们要的这个 treasure， 就是 treasure 跟 landmark。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后续的这个追踪。好，然后模拟器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就是这边我们都讲了嘛，就是说反正这个 ROSpec file 基本上是给这个 Simulator Viewer 在读的，所以我们不太会用到。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主要会用的是 log 跟 image， 就是看我们拍照拍的对不对。第二就是透过 log file 去追踪我们这个机器人运作的时候它出现了哪些状况。好，那这里面还有其他功能哦，就是像这个 bulletin board 这个部分呢，它就是你这边它可以做这个，你这边你可以做这个 free chat， 它是一个给所有的参赛者，应该说 for 全世界的参赛者，然后去做讨论的一个论坛，它没有限制在哪个区域，所以像这边它就有就是你就有跟这种随便聊天啊，然后有人在要这个 preliminary round 的这个问这种 preliminary round 的问题啊，然后或者是有人在要这个 meeting 的连结啊，然后像这个 consultant 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属于比较专业的讨论版。那大家就是可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个 consultant 上面去讲，就是说像有人他不小心写了一个无穷回圈，然后我看一下他在哪里有讲他写了一个无穷回圈。哦，
对，像有人这里写了一个无穷回圈，然后说那怎么办？那有人就说那你就只能等它跑完了。那通常它的那个时间其实会跑蛮久的，对。然后这里就有很多的建议，然后但是也就是说会有世界各地的高手啦，会有世界各地的高手，如果有看到的话，他们或许会回复你，或者是我不确定 JAXA 官方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回复。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发的一个讨论的论坛，这是 JAXA 他们特别自己架的。对，好，那这是 change password， 这个就是更改你的密码，这个就是看你们自己队里面有没有这个更改密码的这个需要这样子。那我这边讲的大概在 simulator 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那各位可以先试着自己操作看看，因为你们的这个应该跑好了，然后你们可以试着从 result 这边去看，然后去下载这个 log file 跟这个 image file， 目前你们应该是不能下载的，因为在 sample 的 APK 里面并没有储存这个 image.png 这个功能。那如果你们能成功下载，就是说如果你们有拍照，然后并且储存的话，那到时候它长的样子会是，就是它长的样子就会是下载一个 zip 档，不好意思，它长的样子就会是 debug image， 然后下载一个 zip 档，然后里面有 image file。那你们可以看的是 log file 里面的这个results 跟这个 log 都可以去做观看这样子。对，就是你可以 VS Code， 然后 Open Folder， 然后针对这个点开，那你就会看，不好意思，不是这个是 BAG， 这个 BAG 其实是不太会用到的，对，应该是针对这个点开，然后你就看到 log 跟 result， 然后你就把它拉过来，可以看一下 log 跟 result 的部分。那这边给各位操作，然后休息一下。那这边之后之后下一步呢，我们会来讲一下这个大概的这个规则流程，然后跟你们要讨论，就是说如果你们要讨论的话，可以怎么用我们这个工具来做讨论这样子。然后也会先教大家版本控制啊，因为明天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课程可能尽量是连贯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把一些独立的技能，就是这些可以分割开来的技能都先教一教。那明天的部分我就会专心 focus 在程式的应用上面，这样子。OK， 那你们就可以操作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操作完就让大家上个厕所，大家休息到3点10分，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 Rhino 这个部分呢，你要怎么用 Rhino 来协助你们团队可以沟通这样，因为它的这个真的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我也会讲为什么会比较复杂，对，然后为什么你可能会需要这个工具来做辅助这样子，对，然后如果你们有这个，你们现在也可以先查一下 GitHub， 有人还没注册 GitHub 账号的吗？有人Hello， 有人还没注册 GitHub， 大家应该都注册了吧？那你们可以去下载一下这个 GitHub Desktop， 去下载一下这个 GitHub Desktop， 去把它载下来。对，那我们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做这个版本控制，因为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交过这种期末报告，应该都知道，你们在交报告的时候都会写这个 ver1、ver2、ver3、ver4，然后到什么 ver-final， 然后还有一个 final 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在做这个。我们这边在做的时候呢，因为你程式要储存，其实它每一个就是你每改动一点，它就是一个版本，所以你要储存版本，其实蛮麻烦的。那你可以用 GitHub 来协助，你可以用 Git 来协助你做一个版本控制这样子。对，好，那首先就是可能大家先去载一下 GitHub Desktop， 然后还有去下载这个 Git。去 Git 这边，然后做 download for Windows 这边，把它载下来。
对，那我们就可以教大家怎么做这个所谓的版本控制。OK， 好，那我们就这边就让你们操控一下模拟器，然后我们休息到3:10啊，有问题的一样可以切换到就是刚才那个 meeting room， 我们可以来做讨论，或者是前面有可能 lost 掉的，就是来不及跟不上，然后想要跟我再做确认，然后问一下后面该怎么做的，这个也可以到 meeting room 来 ，OK。
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课程的部分。那版本控制呢，我等一下晚一点会，对，就我等一下晚一点先讲完这个，你们在策略讨论这一块要怎么做的时候呢，然后后面版本控制我们这里晚一点会再讲。对，好，那我们不是这个，没关系，我们直接可以看这个好了，我直接秀当时这个说明会的这个规则给你看，就是等一下，我这里用，我这边用那个，还是一样用这个比较好一点。好，那我这里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可能会需要到这个模型哈，就是各位可以先简单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 Keyboard RPC 它的这个模拟器里面的这个坐标系，然后呢，它其实有分好几个 zone， 有这个所谓的keeping zone， 然后有这个所谓的 Oasis zone， 然后有这个 area， 如果你看的话，就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keeping zone， 然后有这个 Oasis zone， 然后也有那个所谓的 area， 然后还有 astronaut 的，就是还有 astronaut 的这个站的位置，然后跟你 start 这个 docking station 的这个位置。那其实你们刚才看这个模拟器这里啊，就是在模拟器的这边我们通常它这个 keeping zone 其实非常的小，然后这个 Oasis zone 其实也不是太明显，对。然后 area 的部分呢，它也没有把整个完整的这个 area 把它显示出来，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大概会在哪里，会把它显示出来。对，那我们这里来回顾一下这个规则，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运算啊，它的空间运算准则，它是在这个浮动的坐标系上面去做的，然后但是，应该说不是浮动的，它是以 keyboard 的，keyboard 仓的坐标系去做定义的。那你的 Z 轴是朝向下方 ，X 轴、Y 轴是朝向是朝向那个这个方向，跟 Y 轴是朝它的长轴方向。那这里应该都是高中生吧，有学过外积吧？就是 x 轴跟 x cross y 会等于 z， 就是都是高中以上的话，就知道外积是 x cross y 等于 z 嘛。那它的这个 x y 轴 z 轴定义就是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困难的点，它的定义跟我们正常的坐标系的定义的方向不太一样。第二个困难的点，它的坐标值域也跟我们正常定义的坐标值域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来讲，我们的原点都是从这样子，就是假设这里是原点，然后这边是 x y 轴，然后我们是从0，然后开始往正的第一象限的这个方向去做坐标的运算，这个是最直觉的方法。但是在 Keyboard 仓里面，他们的定义呢是采用这个负的，就是它的 y 值，你看它的 y 值的 range 都是负的，然后 z 呢，它 y 刚才说这个 y 它是它的长轴，所以你看它的 y 其实你看它这个越远，但是它其实它这个数字越大，但它其实是起始点，所以其实因为它有加一个负值，所以其实这会比较反直觉。然后再来就是 z， 那个 z 轴它的起始点，其实它起始点这是 docking station 的地方，那它起始点这个地方呢，它其实是就是比较，我们看一下这个 Oasis， 我们这里看不到 Oasis zone， 对，我们看这个 docking station 的地方，它的 z 是 4.293， 这个 start 的地方是 4.293， 然后它要停的这个地方呢是 4.9654，
那照理来讲，其实他们要停的地方应该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可是因为它 Z 轴是往下，所以你的 Z 轴反而你的 Z 轴要变大，所以这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计算方式，就是 OK 事先你的 Y 的定义，你要在负值里面计算，而且它也不是从00开始，它是从一个小数点，就是从9.815这个地方作为原点开始启动。对，我说的是不是坐标系的原点呢？我说的是它 Hibble 就是 H-B 它触发的原点。对，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直觉非常的反直觉，因为这个设计非常的反直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啊，它有这个 area，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area 的部分呢，它其实是一个面，它不是一个 cubic， 就是不是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它是一个面。然后这个 area 的部分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area 有些是 xz 平面，有些是xy 平面，有些是 yz 平面这样子。对，所以这个 area 的部分呢，又跟这个 OSS Zone 它的呈现的这个样子又不太一样，而且它还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你的这个 Astropy 必须在 Keeping Zone 里面去做活动，就是因为 Keeping Zone 是它所规定的活动空间，如果你超出 Keeping Zone， 它会视为是有点像撞墙这样的状态。对，所以你 Astropy 必须要在 Keeping Zone 里面做活动，所以它也架了一个 Keeping Zone 的空间给你。那你看这里有几个长方体，1、2、3、4、5、6个，然后这6个都是在这种非常反直觉的坐标系，虽然是卡式坐标啦，但是它是卡式直角坐标，但是它的起始点跟它的运算规则都跟我们一般的之前大学或高中数学课的时候在学的这个坐标系的这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对，那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再来第3个就是它的数字非常的小，因为它是以公尺作为单位，它只有 Y 轴有比较长的距离。那 Z 轴的部分呢，你看它的距离就是差不多就是50，差不多就是1公尺，最高就是1.2公尺左右。然后 X 的距离呢，它的宽就是这个宽，这个宽呢，其实你算起来呢，这个宽其实也只有1公尺左右的活动，就是1公尺左右的活动空间，就是甚至可能人可能人躺平都会超过这个活动空间。对，那这个就是它定义麻烦的地方。然后而且我们又有一个相关的规定是说，你的这个拍摄照片，你必须要在这个 就是 area 距离 area 的 0.9 公尺以内，你才会拿到这个分数，而且你的夹角需要30度。那夹角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透过姿态去调，但是这个你拍照的这个位置呢，你就要去量测一下它是不是你的 SOB 的位置是不是距离这里超过 0.9 公尺。对，好，那我这边可以一边呈现一下，就是一边呈现一下这个规则，然后一边在这个3维空间里面演示给你们看。好，首先所以第一步他们会从这个 docking station 去做出发嘛。那 OK， 那所以第一步就是如果你去看，就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这个程式，我先教大家怎么把这个程式开起来好了。就是你们先查询 Rhino， 先在你们的这个搜寻栏里面打这个 Rhino 8，你们应该都装好了吧？大家都有装好了吧？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没关，这个你们自己有自己的更好的讨论方法，那这一段你们可以不用听，没关系。那因为这个是其实徐同学就是上一届的冠军跟我讨论出来说，就是他们觉得说你在做这个讨论的时候，最好是有建构出一个这样的3维空间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有建一个3维空间，那也是因为我自己在实作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痛苦，所以我自己那时候就有建这个3维空间，然后就想说可以把这个档案传上来跟大家分享。对，那大家可以先开启 Rhino， 然后这里有一个 Grace Hopper
把它点开来，就是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Grasshopper 可以把它点开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绘图软体啊，就是拿来给就是设计学院或者是这种工程设计的学生在做的绘图软体。对，好，然后点开来，之后呢，我这边把它关掉。等我一下哦，我直接开一次给大家看。这里有 Grasshopper， 先把它点开来，然后点开来之后呢，你们可以就是刚才有下载的这个 Keyboard Workshop 这个部分，你们就可以把它点开来。对，好，然后刚才这个视角，因为它是工业设计软体，所以它是三个 view 的，那它是4个 view 的，那点一下这个 perspective， 这个点一下。然后我们用右键按住右键，然后做这个旋转。那滑鼠右键可以按旋转，然后滚轮可以对它进行放大，这样。然后移动的话就是移动的话是 Shift 加右键 ，Shift 加右键可以这边可以做一个这样移动的动作。OK。好，那就调整到你觉得 OK 的视角，然后这样子。好，那大家可以简单的，如果对这部分或者你们自己有建其他模型，那就 OK。那如果没有建的话，那可以来看一下。OK。好，那就这边让大家2分钟开启一下。好，那我这边就直接来做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程式，我们这个跑的这个流程的演示。好 ，OK。那所以我们这个流程呢，其实会是这样子哦。它刚开始会从这个 docking station 出发，然后会前往 Area 1，然后再前往 Area 2。这个是他们官方所显示的这个平面图，就是Area 1、Area 2、Area 3，然后再前往 Area 4，然后拍完照之后呢，对，再拍完照，这边 Area 1、Area 2、Area 3、Area 4拍完照之后呢，这边呢就会要过去向 Astro 呢进行回报。然后呢，在这个我这边都已经帮你们建好了，就是 Oasis Zone， 然后 Area， 然后还有 KIZ， 然后跟这个 Start 还有 Astro 的这个回报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在这个 Simulator 里面有看到这个 Airlock 嘛，那这边就是这个 Airlock 的部分。然后这个绿色的部分就是你的这个 keeping zone， 就是你必须要在这里面做活动的。然后这一颗是你的，这颗是 SOB， 就是这一颗是 SOB， 对。然后你这边呢，你这边的这个圆球，我们看这个圆球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这个要跟太空人汇报的位置。太空人会站在这个位置，那你这个圆球是要跟太空人做汇报的位置，然后 area 则是这个，你看这边有4个片，这是 area 1、area 2、area 3，然后跟 area 4，对，那照片会贴在这个 area 里面的任意一个点，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稍微来简单给各位看一下这一整个。就是你的这个运动流程大概是会怎么走？
那首先你可能就是会先走第一步，然后到这边，然后去拍这个 area， 去从这边到这边，然后去拍这个 area 1，然后之后呢，你可能要拍 area 2嘛，那因为你距离需要 0.9 公尺，所以你会走第二步，那这个之后你 SOB 就会移动到这边来，然后你可以去你要做旋转，然后去拍摄这个area 2，然后再来呢就是再移动到这边来，然后去拍摄，继续往前走就拍摄 area 3，或者是你其实也可以选择走下面的 Oasis Zone，然后去那个走完之后呢，然后再走上来去拍这个area 3，因为 Oasis Zone 是有做加分的，然后再来呢就是到 area 4嘛，就是拍摄这一块，然后一样去做这个term 的这个设置，这样子就是去做这个它是 landmark 哪一种 landmark 的设置，然后它有多少个数字这样子去做这个设置。好，那再来呢，最后你做的就是 OK， 你做的就是来这里，然后跟太空人去做汇报，那这个会对应到我们的这一块，你要去跟太空人做这个你要去回报，然后回报说 OK， 我的这个总共找到了几种 landmark 这样子，然后太空人呢这个时候呢会拿一个这个图片给你看，对，拿一个图片给你看，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再回到像这个，它就是说你要回到 area 3，然后去做一个拍照。那所以像我们这个东西，它就是让你回到 area 3 ，OK， 回到 area 3，然后这是这个是 0.9 公尺以内，就是我们就是在距离 0.9 公尺的地方，然后去做那个拍照，然后跟汇报这样子，OK。然后在过程中，其实它都会有这个上面的这些东西啊，它都会有这个 AR tag， 这个 AR tag 它可以去记录这个坐标，就是你拍摄的这个旋转角跟坐标的位置，对，那所以这个明天也会跟着大家一起讲，就是 CV2 怎么去做 AR tag 的这个辨识，对，好，那再来就讲到我们这个工具它，我现在这个 model 给你嘛，那你要怎么用这个 model 来协助你们的组做这个策略的规划？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用滚轮，这边用滚轮，用滚轮可以调整这个大小。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把这个，然后右键可以调整这个 panel 的这个位置。那我这边把这个 start extra 呢，还有像这个 area 1、area 2、area 3，这个你们可不可以不用动它？就是这个都已经是打好的数字，就是他们的这个位置都已经固定好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全部都已经把它做这个架设好，像 keeping zone， 然后 keeping zone 有1跟2嘛，那 keeping zone 1跟2的这个大小，它这边都已经架好，然后像这边有 Oasis Zone 1、Oasis Zone 2、Oasis Zone， 这个也都已经架好了。那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做区分出来，然后 Airlock 在这边也已经弄，就是一个圆筒。对，好，那我们这里就讲一下我这里给各位设计的几种这个几种不同的用途，就是第一个你可以拿来做这个就是距离的量测。好，那距离的量测呢，第一个OK， 我先跟各位讲怎么去创造一个你想要在空间中去创造一个点，要怎么去创造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这个 start 的这个位置啊，这个 start 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 start 位置是 9.815， 然后负 9.806 跟这个4.293， 对吧？然后 OK， 那我们的 sample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 sample 的 APK， 它第一个移动的位置点是10.9
负9.9228，然后跟那个5.195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我们要让它移动到这个点，我们这边就可以做一个，就是直接做一个移动。那首先怎么创建一个点？你先打一个 point， 就是在这边点2下，在这个版面点2下，然后你打一个 point。OK， 然后我们现在是想要看就是这个10.9，然后它第一个移动的点这个10.9这个在哪边嘛，对不对？我们想要看这个点在哪边嘛，对。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点2下，然后打一下这个双 quote， 就是双 quote， 或者是你打 panel， 对 panel， 然后这边你就打 OK 10.9， 然后负9.228嘛，那我们就当做9.99228嘛，那我们就当做9.923这样子。对，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的那个 sample APK 上面都有写那个位置距，就是那个 point 那个地方，它都有写它的位置，5.195嘛，对吧 ？OK， 然后好了，就直接点外面这样，然后把这个东西连上来，这样我就创建了一个 point 出来 ，OK 吗？这样我就创建了一个 point 出来，然后呢，我们这里打我们这里打一个 move to， move to point 这样，这有个 move to the point。OK， 这里打一个 move to point， 这个功能，把它点开来。OK，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今天你有一个参考点，你要从 A 点移动到 B 点，它要那个你要把这个东西移过去，你要怎么移？对，然后我们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我有一个范例教材，对，这边呢你就把这个你先要移动到这个点嘛，那你就是把它移过来，对，然后这个东西它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哦，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它是这一块绿色的，怎么看它？就是你就是右键，然后 preview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你现在看的是哪一个东西。那你就是这样子，然后把它复制 ，Ctrl C，Ctrl V，OK， 等一下哦。OK， 它复制出来 ，OK， 它复制出来了。然后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呢，把它拉过来，就是这里这个点把它拉过来，然后这样，这样接过来，好。然后我这边放的这个点，不好意思，我这里没有标，这个点是它的直心，这边看一下，这里有个直心，这个点是它的原点。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移动过来嘛，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也是 Ctrl C，Ctrl V 移过来 ，OK。所以你现在就看到了它的第一个点，它的这个移动它是这样子移动的，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它的移动轨迹啊，你想要看它的移动轨迹，你就打一个 line， 然后 A 跟 B 这样连起来。这样你就可以看它的第一个点的这个移动轨迹在哪边，就是从这个点然后移动到这边 ，OK， 就是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不好意思，这个是我们在这边 sample code 这边会看到的这个
会看到的会看到的这个第一个移动轨迹。那你们想操作可以，我就那个对5分钟让你们操作一下好了。你们可以用这个来操作一下。对，就是打开这个 Grasshopper 的这个档案，然后呢，你会看到右下角这一块有一个 measurement， 然后 translation， 然后跟这个 create point， 对，然后我们要的是这个，我们要的这个字是这个，那这个字怎么创造？打 panel 就点2下，然后打 panel， 然后再点一下，然后把这个字打上去。对，然后这样子你们就会大概知道说这个坐标的移动大概会到哪边。例如说，我今天这个我今天觉得这个 Oasis Zone 好像特别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Oasis Zone 它好像特别加分特别多嘛。那我觉得它加分可能很多，那我可能想要让它移动到这个对角 Oasis Zone 的这个对角。那我们这里也可以看这个坐标系，就是 x、y 跟 z。那你这个地方是它的出发点，对照这个坐标系 x、y 跟 z， 它应该是在 Oasis Zone 1 x 最大，然后 y 最大跟 z 最大的地方吧。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这边 Oasis Zone 1 x 跟 y 跟 z 它的这个最大的 range 是多少？11.425负9.5 4.945这边。好，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那我把这个 Oasis 用最大的这个值把它弄出来 OK， 我从这里移动到这里，感觉会赚最多，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移动过来，这边如果我把它移动过来，你要看一下 OK， 刚好有点切齐这个 keeping zone， 好像只要在一点点惯性，它就会弹出去。那弹出去不好意思，你弹出去你就是会做一点扣分，对，所以就是所以你可能就要控制好，说我可能不能移动到这么边边的位置，我可能要调整一下我的这个位置 ，OK， 然后这里我右键把它隐藏起来。好，那给大家这里操作一下，看一下，就是熟悉一下这个工具，因为我是用这个工具来协助我进行这个要移到哪一个点，然后再到哪一个点，然后再到哪一个点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它有种种限制嘛，就是你的拍摄距离你不能超过多少。对，好，那我们再等各位2分钟。就是操作一下啊，如果操作有问题的，也可以再换到那个另外一个meeting room的2分钟，没关系啊。操作有问题的，等一下，我们10分钟4点到4点10分这一段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做这个QA 的询问，我来跟你们讲怎么做。好。
嗯。好，那我们这边就继续讲我们这个3D 模组提供给各位的其他的功能，这样子。对，刚才我们讲了创建这个点，跟怎么去创建这个点，然后跟这个怎么去移动这个几何，就是我们几何的这个 H-B 模型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这个东西呢，我好像没有讲到说我们的 SOB 模型是这个，就是这个叫做 Mesh 的东西。然后它的这个执行点呢，这个你们可以不用听啦，就是这个其实上面都有，就是我上面的那个模型都有显示到，它的执行点呢是用这个就是叫 Volume 的这个功能把它找出来，它可以算出它的体积跟它的这个直心的位置，行星的位置不是直心的位置，对，然后我们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然后把它接过去，让它从这个让它的行星位置从这边移到这边，那它的这个东西也会跟着移动过来。OK， 那我们这边刚才讲了这个 translation， 就是 translation 跟就是我们怎么去创建点。那点除了你用打字的方式呢，你也可以用这个叫做 construct point 这个功能 ，OK，construct point 这个功能呢，它就是一个会直接跟你 XYZ 坐标，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啦，就直接打数字 ，OK， 就是11.425这样子，然后这个这个会是一个 slide bar， 你可以自己打数字，那你也可以直接用输入的。然后如果你要调整它的这个数字值域的大小，你可以到这边，就是 min 这个它的最大这边可以设定它是什么样的数字，然后它的最大值是最小值是多少。那像我们可能是要到-10 maybe 我们可能要到-10，那我们就可以调整之后，它就可以拉到负号的，要不然一般的来讲，slide bar 通常都只有正号的。OK，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这样也可以建立出一个点。你看，像我这样建起来，就是在 Oasis 中的对角。好，那这边讲完点跟这个旋转的这个创立 ，OK， 我把这个先
这个线这个移除掉，就是你们如果要移除掉啊，你们第一个是，你如果觉得它还有用，那你可以但是你觉得它很扰乱你的视野，你可以就是点右键，然后按这个 preview 把它关掉，对，然后这个没办法一次关全部，所以你如果要关全部，你可以点滑鼠中键，就是滚轮那边给它点下去，然后就会有 preview 跟那个 disable preview， 把这个 preview 都关掉 ，OK， 这样它就看不到了 ，OK， 你点它也没有用，好吗？这样你点它也没有用，对，好，那它现在就在这个板子上消失嘛，那我们这个刚才这个是任务讲解的，我们也把它按取消，这边都把它按 preview，OK， 好，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走到这边来了，对不对？就是刚刚我们这边已经你把这个就是他们这个每个地方每个电池都有一个接口，那这个接口是可以接起来的。那你要把这个 SOP 展现出来，需要接这个线。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把它移动到这边来，对不对？那它移动到这边来了 ，SOP 的正面在这边，这是相机，它还没办法做拍照嘛。那你可以，你如果要看它的，就是你如果要看它的旋转，就是说你如果要看它的旋转怎么样，其实你可以用这个 rotation， 就是把这个mesh 这个部分呢，把它接过来，然后这边呢会定义，就是说OK 会定义它要对哪一个轴旋转。那我这边的定义呢，都是对它这个直心，就是 SOP 的这个直心上面的一个绝对坐标系，就是说我今天在这里把实验室的把这个 keyboard 仓的这个这个坐标直接放置到 SOP 上面去，然后呢，你可以去，我们来看哦，这边有显示坐标嘛，放到这个上面去，然后我们就看它 ，OK， 我们现在想要让它拍照嘛，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绕 Z 轴旋转 0.5 的拍，这个是要绕 Z 轴旋转负 0.5 的拍，因为 Z 轴我们学过外基嘛，对不对？外基 x cos y 这样是正向，那所以你要让 SOP 拍照，要么你让它这样子旋转270度，然后要么你就是用逆向的逆向旋转90度嘛，对不对 ？OK， 所以我这边做的是让它旋转就是负 0.5 拍，0.5 拍就是90度嘛，对不对？然后它旋转负 0.5 拍，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 SOP 它旋转到这个位置。哦，然后各位等一下，我好像可能各位那个图可能不够通，觉得图可能不够通透，我忘记讲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在开的时候啊，这里 perspective 这边有一个有各种模式嘛，对不对？那个，如果你们有些可能会不小心跑到其他的模式啊，那你们我可以建议，除了框架模式之外，你们可以使用这个 X 光模式。X 光模式这个图呢，也能很明显的展示出来，就说它的这个样子长怎么样。对 ，OK， 好，那这个是模板的，就是展示样式的这个说明这样子。那其实不影响啦，就是基础的框架模式也可以展示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对，我们就是求实用能够表达就好了。对，然后所以我刚才这里回归刚才的正题，就是我这里已经做了90度的旋转，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SOP 它的这个正面朝向了这个位置。OK， 所以你们之后啊，如果因为在这个竞赛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旋转角，在撇除掉影像辨识这一块，在那个里面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移动控制嘛，移动跟旋转控制嘛。那你如果想要让它有这个就是操控旋转，你要用 Quaternion 这个算法，然后
操控移动，你要用 point 这个 move to point 这个算法。对，那你们想要透过这个东西去算这个 quaternion 跟 move to point， 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做，就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做。那 quaternion 它的这个公式呢，看一下。quaternion 的这个公式呢，它其实是它这是叫 Q， 然后它有一个 x y z w，OK， 然后你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你其实可以把它视为是 OK， 我今天这里有一个物体，然后我要绕着某个轴，这个可能是 local 的，这是 local 的 x y z，OK， 这是 local 的 x y z。好吗？这是 local 的 x cos y 的 x cos y 等于 z 嘛？要记得这个坐标一定要符合这个外积法则 ，x cos y 会要等于 z。OK， 右手法则。那今天我这里这个是一个物体，这也很像樱桃，这是一个物体。OK， 好，然后这里有一个，今天我就是在这个 x y z 的这个坐标中，我想要让这个物体绕着这个轴旋转一个角度。叫做西塔，好吗？然后在 quaternion 的表示法里面呢，它就是叫做 Q 等于 sin， 等于这个向量叫做 v 嘛，我们这个向量叫做 v， 好吗？这个向量叫做 v， 然后我们 v 就会有这个 bx， 然后 vy， 然后 vz， 对不对？那这个我们的 quaternion 它的表示法呢，就是 Q 等于 Vx sin OK sin 2分之，这里是缩小一点，我看一下哦，橡皮擦把它擦掉。好 OK， Q 等于 Vx 2分之 sin 西塔。sin 西塔 ，OK， 然后这个是加 v y 2分之 sin 西塔，然后再加写不下了，这里 bz 2分之 sin 西塔，这些都是向量哦，这都是向量，然后再加一个 cosine 2分之西塔 ，OK 吗 ？OK， 所以你如果看到我们回到这边，为什么刚才要讲 rotation 呢？就是说这样子你们会比较好知道这个它应该要绕着哪一个轴去做旋转。我们可以回到刚刚不是 sorry 刚刚的，看一下 OK 这个地方，你有看到这个 orientation 它写的是 e x y z w 对不对？那它这个叫做sin 西塔，在sin 西塔 sin 2分之西塔1，所以它是180度。然后这个是 sin 2分之西塔，这个2分之西塔叫做45，所以这个是绕着 z 轴旋转90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我们做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做的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在旋转之前它的这个位置呢是长这样子。旋转之前它的位置是长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对着它绕 0.5 ，OK， 它就会旋转到这个角度嘛，对不对？这个方位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把它 move， 如果你把它 move 到这个太空人这个空间，就是太空人这个空间，它就是面向太空人的嘛，对不对？对，这个就是你要输入的这个 quaternion 的这个相次。对，那我们的这个 quaternion 呢，它的表示就会是这样。那我这个 orientation 这个 axis
这边这个 axis， 就是为了让你们可以更好的去算出这个就是这个 V 轴应该要怎么设计，就是这个 V 轴应该要怎么设计，它的旋转才会比较好一点。对，好，所以你只要记得那个到时候我们会教 quaternion 它的这个有4个要填入的因数，这4个填入的因数就分别是 Vx、Vy、Vz 还有 cosine 西塔这样子。OK， 就这4个数字，然后这个 Vx、Vy、Vz 呢就取决于这个旋转的这个 V， 好吗？然后你如果你要跟队友讨论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3D 建模软体，这边有一个 V， 这个它的打法一样，就是你一样是可以做这个，就是做这样假设我要建立一个向量，那它叫做4、3这样子 ，OK， 那我就可以一样是就是建立一个这个向量，然后我把它等一下这个向量呢，我们要给它赋予一个叫做 vector 的这个定义，这样子 OK， 然后把它换过去，那它就会沿着直心，然后做一个随机的这样子旋转，就是做一个对这个轴的一个旋转正 0.5 拍的这个旋转这样子 OK， 旋转 0.5 拍。就是对这个东西就是它的这个 V 向量，那我已经做好设定了，就是它会对着它的直心 ，OK， 好，那这个就是 rotation，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在这个程式里面去实现这个 rotation 要怎么做，那这刚才讲的是观念啊，就是比较没有实操，就你只要想就是说你的轴就是设计成这个 vector 就好了。然后就插入到我设计的这个元件，然后它就会做出这边就会做出这个旋转的动作。那你们要复制的时候，你们就是整坨这样复制过去 ，OK， 整坨复制过去，然后这样它就会重现出来。对啊，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error， 像我现在这个90天试用版，它也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小 error， 但它还是可以做复制的啦 ，OK， 好。然后最后一个，这个也是最简单的，好吗？这个最简单的就是 measurement， 这个是你可以去量测2个点的距离。那我们刚才有讲怎么去建立这个点嘛，对不对？那我如果要去量测这个点的距离呢，你就点一下，然后打 measure， 不是 measure， 不好意思 ，distance。如果你不知道它叫什么，你可以滑到这边看一下。这有一个 distance， 然后你就打一样的，点2下，然后打 distance，OK， 然后打 distance 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看这个是原点嘛，然后这个是 Oasis Zone 的对角点嘛，我可以去拉进来，把它们这是叫 A 跟 B 点的这个的距离，那我这样去量 ，OK， 我这个移动距离差不多移动了 1.76 左右啊，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可以用在哪里呢？你可以用在量测这个你跟这个墙的这个距离，就是你可以用来量测你跟墙，或者是你可以用来量测你跟某些顶点，就 Oasis Zone 或者是 Keeping Zone 这些顶点的这个距离，或你跟太空人的这个直线距离，就是回报位置的这个直线距离 ，OK。然后呢，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的拍摄距离必须要在 0.9 m 以内，所以在这边我们要确定说你要在 0.9 m 里面，这要怎么做？就是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就是 plane cosine point， 这个是一个函式，这个是算这个平面跟一个点它的最短距离，就是平面就是一个平面跟一个点它垂直。我们都知道平面有这个法向量嘛，那它用平面去算这个平面到这个点的最短距离，这个以前高中要手算，那现在这个竞赛我们就用电脑算好，那
当然在里面也有，当然在 Java 里面你要自己用手写啊，就是这个你要自己手算。但是在这个你在做讨论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不用手写那么麻烦，你可以就是拉这种图形化界面，然后让大家就是直接去看一下说，你觉得这样子评估 O 不 OK？这样就不会说你每次都要再丢进去，然后等它跑完5分钟，然后再看 log 档这样子，你就可以大概先估一下。好，那我们一样是拉这个点，对不对？拉这个点。那如果我在这个点对这个，如果我在这个点对这个 HOB 进行拍照，对不对？我看 OK， 在这个在这个点对这个 area 进行拍照，那请问它会变成怎么样呢？它会不会在距离里面呢？那你这边就可以打这个叫做 closest， 这个方选叫什么？看一下 plan closest， 这里 plan closest point，OK，然后把你的这个想要输入的这个点放进去，然后你的这个 plan 就是我刚才架的这个 area，OK，这个 plan 这个 area，然后你如果觉得这个有点远，有没有？你可以把它拉过来，就是抓着，然后直接这样拉，OK，拉过来，然后我把它嘟到它面前，接上之后呢，接上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是为了美观，就是为了让你的这个程式标看起来那么乱，我会建议你把它点起来，然后拉回来 ，OK， 这样子拉回来 ，OK， 那我们就看到它如果在这边拍照，它是距离是1.18047公尺，这是不合格的，对，所以这样子你们就可以了解这个 measurement 的这个操作。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部分是主要是来帮你们做这个主要的讲解的、就是说，来帮你们做这个，就是说，你们如果有需要做这种团队讨论啊，然后你们要做一个这种路径的规划、啊，然后你可能说，哦，它第一个点会落到哪一个点，它第二个点会走到哪一步，你可以先在这里面放置这个 point， 然后先来再用这个程式的先来 run 看，这样 O 不 OK？好 ，OK 吗？那这样子，你跟团队讨论也比较好，用动态的方式去进行讨论啊，就是一个一个这样把它呈现出来。好，那如果就看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觉得没有需要，觉得空间感能力很强，那当然你们想要直接用 coding 的，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只是一个辅助工具。那因为它的坐标非常的反直觉，所以帮助你们做辅助的判定，还有你们在呈现这个报告的时候讨论会比较好，就是呈现不是报告，就是跟队友讨论，不一定要呈现在报告中，跟队友讨论的时候，或许队友能比较听得懂你的意思，就是不会在纸上画，然后很难讲这样子。OK， 好，那现在差不多4:04，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下一个我们来讲GitHub 的版本控制。然后看有没有时间吧，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讲一下基础的 Java 语法，对，那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就明天讲，然后从基础的 Java 语法开始带，然后讲完之后我们会直接带 APK， 就是带 APK 带你们直接教你们怎么读 APK， 然后再来就会有范例程式让你们可以做这个模拟器的，就你们可以都把这些范例程式都先丢上模拟器去 run， 然后我也会跟你们讲这些范例程式到底它在干嘛这样子。好，好，那我们这里就休息到4点，休息10分钟，休息10分钟好了，休息之后4点15分 ，OK。好，然后有问题的也可以直接跳到这个 Meet 里面，好吗？有问题的也可以直接跳到这个 Meet， 有问题的也可以跳到这个 Meet 里面，然后来跟我做询问，对，OK。
OK， 好，那不好意思，各位再稍等我一下下，我登录一下我的账号。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讲 GitHub 吧。我们先好，我这边分享一下荧幕。OK， 好，那大家应该有安装 Git 跟 GitHub 的吧？GitHub Desktop 吧。那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就是版本控制工具，就是你们到时候写啊，就是因为你们通常都会在这个 sample APK 上面去写，然后如果你们要写，如果你们写了一个版本，又写了第二个版本，又写了第三个版本，那这个要做版本控制，其实要做版本控制，其实不是一件就是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你们还要一直存，一直存，不然就是会存成这个 T+T， 然后那个存一个版，存两个版，然后万一你还有写一个额外的 class， 你这里可能你还要写一个额外的函式，就是说，对，因为你可能觉得说它的它有些功能，它有些功能不足，或者它有些功能可以整合，那你要写这个 class， 那写这个 class 呢，它又会变成就是你的一个麻烦，就会变成一件那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还要存 class 1搭配的版本，然后 class 2搭配的版本 ，class 3搭配的版本，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在版本控制里面，这个东西呢，就 GitHub 这个地方就很方便。那这个最好的方便的地方，其实是在就是共编这一块，就是你可以做这个共同的，你可以做共同的编辑。就是今天因为你们都是3个到5个人一组嘛，那你们在做这个共编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会需要说，哦，你负责写路径啊，然后你负责写影像辨识啊，然后你可能要负责做这个，你可能负责做模型啊，然后你可能负责做这个通报的，就是说通报的这种通报的设定啊，或者是你的这个 log 档可能要怎么写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变成说，你们如果大家分着这样一起做，那到时候它会就是说你要整合的时候，你就变得很麻烦嘛。就是你有整理过大学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或许做过报告就知道说，有些人会安排一个人负责是在整理所有人报告的。对，那 Git 它可以 GitHub 它可以直接自动帮你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它可以自动帮你整合所有人的报告，然后你不用在这个人这边有改，那个人那边没改，然后这样改来改去。对，那所以这边今天这边就先教一下这个GitHub 的版本控制的部分。对，好，那这边呢，首先呢，你们就是要先登录你们的 GitHub 嘛。好，那首先我们就先登录我们的 GitHub， 然后因为你们可能以前看那个 GitHub 的啊，他们的 code 啊，都是就是他们都会开一个这个，他们都会开一个这种 CMD， 然后开始在那边打 Git， 就是打 Git， 然后 push 这样子类似的，然后你这个其实很难懂，就是说这个因为纯文字指令嘛，这个操作起来就是没有的，比较是偏 for 专业，就是说专业那种 work 很久的这种工程师在senior engineer 这一种在做的。那如果我们是一个程式小白，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这个 GitHub Desktop 这个 GitHub Desktop，
它还蛮好用的，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图形化界面，然后再搭配你的 VS Code， 对，再搭配 VS Code 就可以了。然后 VS Code 的部分呢，大家先麻烦帮我开启 VS Code， 然后在这个 extension 这边，这里有一个 extension， 打 git， 然后下载一下这个 git graph，OK。OK， 先下载，然后装 git graph，OK， 好吗？然后我这里登录我的 GitHub， OK， 好，那现在如你们所见，这里是一个这边是一个空的 GitHub， 那这边目前没有开任何东西。那这个 repository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Google 的云端硬碟，因为你 Google 云端硬碟，你每次上传东西上去，它都会更新嘛，就会版本1、版本2、版本3、版本4、版本5。那这个 Git 也是一样，就是 repository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好，那只是它是一个资料夹，那它会记录说每个它还会有一个记录说 OK， 那你这个做了什么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就先开启我们的这个 GitHub Desktop，OK， 先开启我们这个 GitHub Desktop 好吗？然后我们这里，它预设是用这个，就进行登录。好，然后他会要你 authorize 啊，然后这个你就按 authorize 同意 ，OK， 然后开启 GitHub Desktop。好，那他这边就会进去了，然后这边你可以就是他就问你说你要不要用 configure， 还是你要自己手动调整？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用就是你的那个 user 的 email 就好了。好 ，OK。好，那给大家1分钟，稍微做一下，就是从那个 sign in 开始，然后到连进去。好，那时间到，我们这边它其实很贴心哦，它怕你不会用，它这里都有先这个都有先做好这个tutorial， 就是简单的教学。那我这边稍微我这边先稍微讲一下这个 GitHub 它这个 tutorial 的这个GitHub 的一些主要的概念哈，就是有几个重要的指令你们要稍微记一下。OK， 我这里开个小画家。好 ，OK， 好，那其实，在 Git 里面呢，我们有分好几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有 local 端 ，OK， 我们这里有一个 local 端，啊，然后我们还会有 remote 端，remote 端呢就是我们的线上账号 ，OK 吗？然后我们这个 local 端呢有 local 端 A， 然后可能有 local 端 B， 这个可能是我不要用 local 好，不要讲 local 好了，讲这个 user 的 user， 就是可能今天可能你们2个要共编一个账号哈，
然后呢，今天我的这个 local 端呢，今天我会在这个 Git 里面呢，先，就是我现在 Git 里面呢，我有几个不同的指令，叫做 Git 有 add， 然后有这个 commit， 有这个 push， 然后有这个 fetch， 然后有这个 pull， 然后也有 merge。好，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呢有这几种指令哦。那今天假设我今天 local 端 local A 这里有一个档案要讲，这个叫 file A 点 txt。好了，然后我今天想要把它准备送进去，这个透过 Git 送到这个我的 remote， 就是这个有一个 repository。这 remote 就是你就想象是这个云端的资料夹啦。OK， 好，那我今天想要把它送进去嘛，那今天我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我要先用 git add，OK， 把它加进去，我要发送的这个，我要把它加进去，我要这个发送的地址，然后呢，再来我这边要做的就是哦，不好意思，我还少了一个叫做 commit， 这个有一个叫功能叫 commit 的功能。好，我加了 add 之后呢，我现在就是把它加进去我 local 端这个待发送的资料夹，然后呢，我要做那个把它 push， 我要把它传到我们的这个 remote 端上面去，我们就是要做叫做 push。然后 push 之前呢，他会叫你做一个 commit， 就是说 OK， 你加了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必须要把这个你今天做了什么改动，然后所以你要把它 push 上去。OK， 那你就说哦 OK， 那我 commit 我可能就打说我加了 txt， 我加了 a 点 txt 这个档案，或者是我在 a 点 txt 这个档案里面加了一行文字。然后呢，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push 把它 push 到 remote 这上面去 ，OK。然后呢，这个人呢 ，local B 如果你在 A 这里开发完了，然后你现在想要你 A 这里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可能负责编辑的是 A 点 txt 的1到100行的部分，然后 local B 他可能负责的是第200到500行的200到500行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呢 ，local B 他会做一个叫做 clone 的动作，他会做一个 clone 的动作，然后把这个 repository 先复制到这个 A 的 B 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第一个 A 已经先 ATXT 已经改完丢上去了，然后 B 看到的就会是改完丢上去的，不好意思，我讲错 ，ATXT 改完丢上去了，但是 B 呢，它 clone 下来的东西呢，它因为它跟 A 是同时下载下来的，所以它没有看到 ATXT 的改动 ，OK， 它没有看到 ATXT 的改动，那它这边就会，反正就是它编辑 A 点 txt 的第200行到第500行 ，OK 的第200行到500行。好，然后它弄完之后呢，我们姑且叫这个叫 new A 点 txt。他这里编辑完之后嘛，他就会说 OK， 那我这200行到500行这里编辑完之后呢，我想要再把它破上去，我想要再把它推上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就是用 push 的方式，然后他在 push 的时候，他会加 commit， 就是说 OK， 那我在 push 的时候，我就会说那他可能增加了这个 new A 点 txt 200行到第500行的部分，然后我做了这个改动，那我就把它上传上去 ，OK，
然后上传上去的这个这个 clone 的功能呢，这个叫做，因为我们这个都算这个是一个工作流嘛，那它算是一个 branch， 就是它算是这个我们叫做 branch， 就是它叫做一个分支。对，那当 B 呢把它当 branch 到 B 这边，它改完 A 点 T 叉 T， 它想要再把它再运回这个原本的工作流，这个 A 这边，就是这个是 A 的工作流，然后他就会用那个 push 的方式把它 push 到他自己的这个 repository 在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发一个叫做 pull 的 request， 就是看 A 要不要把它改完的这个档案直接加进去原本这上面的 A 点 T 叉 T 里面。OK， 好，然后他会发一个 pull request， 那这个时候 A 他会收到一个叫做 pull request 的东西，在这边哦，在这边他还没有传，他在这边他会有一个叫做 pull request 的东西。OK， 它会有一个叫 pull request 的东西，然后这个 pull request 他会问说，哦，那今天我想要改你的档案，我可以改吗？那 A 如果看完他说，你改的 OK， 那我就直接按同意。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是在 A 在检查这一段，他推上去这一段地方，在 pull request 这个地方叫做 fetch， 对，然后他 A 就说 OK， 你改完我同意，这个地方就叫做 merge。就是我就哦 OK， 那我今天就把我改完的第0到100行，还有你改完的第200到500行合并起来，那这个东西呢，这个 branch 呢，最后就会回流到原本的这个工作 A 的工作流里面。对，好 OK， 所以画的很复杂，那讲的可能还听不太懂。那我们这里我等一下会让各位实做一次。然后把就是来更改我的 repository。那我们这边先来实操一次这个 Android Studio， 不是 Android Studio， 那个 GitHub Desktop 的部分。好，那我们首先这里有一个 tutorial 的 repository， 那我们这边可以先点这个 tutorial 的 repository。好，然后它这边在连线，那你就按 continue， 然后它这边就开始有任务进度条了。他说第一个。首先，他会叫你先 create 一个 branch。好，那我们这个是他提供的一个 repository， 然后这个 repository 就是你要把它给的资料拉出来。那我们这边呢，点击这个 main， 一步一步做。我们这边它会有一个箭头叫你点这个 main， 对，有个箭头要点，然后点 new branch，OK， 然后这个 branch 呢，你可以把它命名。叫做我可能叫做 Keyboard Teaching Example， 好吗？然后我就按 Create Branch。好，那这样 Branch 就做完了 ，Create Branch 就做完了。好，那大家1分钟，我们给大家1分钟，让大家 Create 一个 Branch。好，那应该差不多。那我们大家先把 Visual Studio 如果开着的，可以先把 Visual Studio 关。VS Code 有开着，可以先把 VS Code 关掉。OK， 然后我们这里把那个 Editor 打开，就我们这里第3步，它叫我们打开 Open Editor。那我们这里 Open Editor， 好。然后 ，OK， 他现在创了一个资料夹在这边，他现在创了一个资料夹在这边 ，GitHub 这个地方 ，Desktop Tutorial，OK， 那我们如果要方便一点，我们其实这里有一个 Open Folder， 这个把这个路径先移到它下面的路径来。OK 吗？然后这里有一个 README MD， 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 README MD。好，那现在呢，你看哦 ，This is README，
然后你就说，你可能可以随便打个英文的 hello， 这个我没有开启这个缩放功能，没关系 ，hello I am Ian，OK， 然后 Ctrl S 把它 save 起来 ，OK 可以吗？然后就看这边其实它就有出现一个，这个提醒的，就是说提醒你有一个改动。好，然后我们把这个 editor 关起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它就有显示绿色的，就是说 OK hello I am Ian 这个东西跑出来了。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框框，就代表说你现在还正在改动这个文件。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个框框，你可以先把它关掉。好，那我们看这边就有了，这边就有了嘛。那我们这边可以做这个，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评论，就是说，你这个就是 commit 的动作，就是我们要说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吗？我们就说make a commit， 就是说你这里说你可以说你做了什么，好，然后你就说intro myself， 好吗？随便，其实可以随便打啦。那如果是简单的工作，它其实也不一定，它有一个 auto 就有一个自动 commit， 例如说你只增加了哪个档案或增加了什么，那一般还是为了更好的管理，就是说你知道说你在哪些时间做了什么，你都最好还是打一点就是叙述，就是说 I add my info in the commit in the MD in the README OK 好，然后下面这边点 commit 好这样子 OK 给大家1分钟，就是在 VS Code 先 Open Editor， 然后它会跳出来，然后这个 README MD 做编辑，编辑完之后呢，这个 Make and Commit 这边它会自动更新，然后就会叫你下一个 Commit 啊。好，那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按 Publish Branch。OK， 然后 Publish Branch 之后，它就 Publish 嘛。那你们就可以，这个时候你要说，我可不可以把它合进去你的这个东西更新 README MD 更新的，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合进去你的这个原本的专案里面，就是原本的这个专案里面，那它就会叫你就是打 Pull Request，OK，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就是我们的 commit 就是我们加了 intro myself 嘛，然后 I add in README 嘛，那下面这里可以看，就是你做了哪些改动，就是例如像你看，像上面这里原本是这些东西，我加了hello I am Ian， 那我这边就按 create pull request。好，然后我们这边如果就是说，如果说是别人发文件给你，就是别人发文件给你，你这边会有就是你会收到一个 pull request 的通知，那你要不要把它 merge 进你的专案里面？这个 merge 进这个专案里面呢，你就可以按 merge pull request。对，然后你这边也可以做一个注解，就是说这个人他到底在你的专案里面做了什么，你可以做一个注解。那如果你不想用注解，那你就直接按 confirm 就 confirm merge 这样。
就它会自动用别人的 commit 来帮你做注解，这样。好，那我们就可以，对 ，OK， 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这边就做大概就是已经做好了，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个history 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 tutorial， 等一下，看一下。哦，这边目前这个地方是没办法看 history， 这边有 history， 你就可以看到说那个 history 就是谁做了什么改动，谁做了什么改动，这样子。OK， 好，那这个 tutorial 做好之后呢，我这边会发一个，就是等我一下哦，我这边会发一个这个 GitHub 的这个公开连接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来我的这个 repository 里面呢，来做一些异动。那对，然后我等一下，我这边对，但是我不好意思，我还想到我还没有教各位要怎么做异动。等我一下，我先这个 OK， 这是 public 吧？好，把寄信寄进来。稍等一下，看，好，那我这边讲一下这边怎么做异动哈。等一下，我先停止分享一下荧幕。好，再分享一次。OK， 那现在这边我们有看到一个，我们现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我用 QRPC 创的一个 repository 哈，然后这边第一步我们可以我们第一步我们要怎么用这个，我们要怎么用这个把东西加进去呢？你看像这边有 T+T， 然后这边可以把资料加进去，那我们要怎么把它加进去？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点 fork， 然后呢，他问你说你要不要在你的这个 local repository 里面又再创一个新的 repository， 那 OK 你就按 create fork。好，那他现在正在创立这个 repository，OK， 然后现在呢，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 repository 了，就是你自己复制了一个副本的云端硬碟到这边来，那你就 open up in desktop。好，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哪边？那我就加一个叫 keyboard teaching 的档案夹哦。好，这样。好，然后你就这边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把这些资料全部 copy 到你的 local 端里面？现在做的就是从你先把它的云端资料夹变成你的云端资料夹，然后再从你的云端资料夹里面去把这个云端资料夹拉下来到你的 local 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在做 clone，OK。好，然后他这边会问你说，你是要自己做发展呢，还是你要 contribute to parent project？ 那这边先点这个 contribute to parent project，OK。好，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在 Visual Studio Code 把它做打开。那这边先给大家先练习3分钟，就是怎么我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把这个连接传给大家，把这个连接传到那个。把这个连接传到里面去。好，这是 GitHub 的连接，然后大家可以进到这个连接里面。OK， 进到这个连接里面，然后按那个 fork， 就是进到这个连接里面，然后按 fork。OK。然后按完 fork 之后呢，它会创立好你自己的，然后在这边 code 下面这边点 open with GitHub Desktop， 就 open with GitHub Desktop，OK， 然后开起来之后呢，它会到这个页面，然后你可以点open in Visual Studio Code， 然后它就会开起来。对，有吗？好，给大家到49分练习一下。好，好 ，OK， 看一下这边的。好，我看到有好几个人有拉过来了。好，那这样子，好，那你都开启 Visual Studio Code 了吗？那再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加一个 new file， 叫做你就可能你就可以打个简单的英文名，然后叫做 name， 可能就是像我叫 Ian 嘛，那 Ian 点 t_t 这样 ，OK， 然后这里打hello， OK， 这里打 hello， 这样 OK 吗？就是在这里新增，这里有个 new file， 点一个新增，然后可能你打一个英文名啊，最好不要那个名字啊，最好是就是名字加个数字，什么1458或者15154这样子 ，OK， 然后打一个 hello， 然后按 Ctrl+S 储存 ，OK 吗？好，好，那按储存了之后，创了 t_t 之后，创好之后呢，按储存，然后这里呢就把你的 commit 打上去。那它这里会自动帮我创好 commit， 因为我们只有创造一个资料夹嘛，它自动创好 commit。那我们就叫做 create en 14154这 t_t， 就你的名字随便你取啦，对，名字随便你取，然后就是名字加一串数字，或底线，这样，好，然后 commit， 好，好 ，OK， 好，现在 commit 呢 ，commit 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做好了，
他现在这里已经弄好了，然后他现在准备要把它传到你自己的 remote 上面去，你现在准备传到你自己的 remote 上面去啊，然后我们这里就按 push to origin， 你可以点这个 push 或按这个 push 也都可以，就点 push to origin。OK 吗 ？OK， 点这个 push to origin， 然后回到你的回到你原本创好你自己创好的这个名字的 repository 上面去。OK， 有看到吗？有看到我这里有一个你会看到你自己创好的 T+T 会在这边 ，OK 吗？你会创造你自己的 T+T 在这边，好，然后接下来呢，你就点这个，对，应该都有看到吧？大家都有看到吧？如果这边有到这一步就是没问题了，就是这个东西已经上传到你的那个云端硬碟上面了。然后接下来这 code 旁边有一个 pull request， 点一下 pull request，OK， 然后我们点 new pull request，OK， 点 new pull request， 然后这里就会有个 create create pull request， 这个 create pull request 把它点上去，点一下。好，那我做了什么？create 这个档案，那可能你要做什么 ？Hello just test， 随便，就看你们要讲什么那个说明这样子 ，OK， 然后就 create pull request， 好，然后现在呢 pull request 丢出去之后呢，他会跟你讲说，有跟 base branch 有没有 conflicts， 就是你有没有改到一些，简单来讲就是你有没有有没有他改完之后，他改完这个 branch 之后呢，然后你也改了某些 branch， 然后他有删的程式码，然后他有加程式码，但是你把那个程式码删掉，对，那如果没有这正常来讲，如果你们分工是明确的，那基本上不会有这个 conflict 的状况。就是每个人负责自己的部分，对，好，那你这样破之后呢，我这边就能收到了，我这边就能收到你们的这个 pull request，OK， 有，我这边看到了我这边看到了好几个 ，OK， 然后你如果是这个。你如果是这个专案的管理者呢，就是你就可以点开，哎，等一下看一下，这边，不是点档，不好意思，点错了，就是你就可以说 OK， 我同意你的 pull request， 然后 confirm 这样子，好，然后这里有好几个 pull request 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要 confirm？ 那这个你也增加了什么档案 ？OK， 这个 confirm。都 confirm， 应该可以 confirm， 我看一下，好像我记得可以 confirm all。哇，我还没有一次处理过这么多个 pull request 过，不好意思，对，然后如果你们可以到我的这个 repository 原本这个官网这边去看哦，就是你们如果到我原本这个官网这边去看，你就看这边多了这么多档案出来，我看到这边多了这么多档案出来，这个就代表说
这个就代表说你们的东西都有传到我的这个专案库里面的。OK， 好，那这个主要就是让你们跟你们的队员可以练习一下，就是练习一下这个 Git 的这个版本控制。好，好，那你们可能会问说，那我要怎么把我的这个东西传到，就是说我要怎么把我的现在有的这些东西呢传到我的 Git 上面去？就是说，我们回到刚刚这边，就是说我们不是下载了这个 sample APK 嘛，对不对？对，我们下载了这个 sample APK 嘛，我们下载了这个 sample APK， 然后我们要怎么把它丢到这个 Git 里面去？啊，对，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VS Code 跟这个 APK 这个都关掉，存档，先存档，然后关掉，sure exit yes， 好，那我这边可以做的就是开一个 new 的 repository， 然后他有问你说，你现在是要怎么弄？就是你现在这个档案是，你现在这个名字要叫什么？那我就说叫 sample， 对，然后就 upload sample apk 啊 ，OK， 然后他会要你选个资料夹，那我们这边我们在下载，哎，刚才是在哪里？在 Keyboard Win 这边。OK， 在 Keyboard Win 这边，那你就选择这个资料夹的跟目录，就是它是上一个资料夹，然后按这个选择资料夹 ，OK， 好，然后 Create Repository， 好，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夹哈，这个资料夹里面，在 Keyboard Test 这个地方。这个资料夹里面，你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刚才我弄的这个 sample 的这个，然后里面有个叫 Git 的，这个地方就是 Git 可以存取。那你可以你的档案先存取完，你的 sample APK 可以直接丢到里面去，你可以直接把你的 sample APK 丢进去啊。你先把就是直接把你的 sample 啊，记得那个要先存档，因为你档案没有存档之前是不能移动的，就是它移动会出现 bug。那我丢进去之后，你看我就多了这么多档案嘛，那我这边我就可以直接把它 publish 出来。对，我这边就按 publish， 这里这么多档案嘛，就是这都是我新增的 keyboard 的这个档案，然后我就可以直接 publish。那我要 publish 到哪里，我就直接 upload 到 sample 这个 repository 里面。好，然后它现在就在上传了 ，OK。然后你再到你的 GitHub 里面去看，你这里就多了一个 sample 的这个 repository。然后等一下哦，它应该还在上传中。哎哦，不好意思，没有 commit 了。add 这个要 commit 它才能上传。add sample 这样子。好 ，OK， 好，然后 push to origin， 这样 push 它就上传上去了。等它一下。有了，这里就有 sample APK 了。好，然后怎么让别人共编呢？在 setting 这边下面有一个 danger zone。这个你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是 private 的，就是 private， 然后你可以邀请人，就是你可以把它变成这种，就是
就是变成 change to public， 这个是一种方法。然后你也可以透过邀请的方式，邀请那个 collaborator 直接，邀请就是共同编辑人，然后直接进来做编辑这样子。对，那他们的做法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直接就是一样是他们 clone 过来，然后编完之后，然后上传，然后你这边按确认 merge 这样子。好，那这个 Git 的课程应该版本控制大概就讲到这样子，就是你们可以这样共同编辑。然后我可以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这个你们刚才上传下来那个 branch 的图会长什么样子，就是会长。就是你看，这个 branch 的图啊，你如果看有人拉，只要有人拉，它就会开一个 branch 嘛。然后这个 branch 的图呢，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就是大家这样这里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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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 merge 这样子。对，所以大概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版本控制。然后大概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明天我们就会直接着重在这个程式这一块，就是直接从 Java 的基础语法开始做说明。因为今天我们做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就需要打到程式，我想说就把程式我把先不需要打程式的东西先放到今天讲。那明天我们就会全部专注在打程式这一块。好，那感谢今天大家的参与本次的工作坊。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做询问这样子。对，我这个 meeting room 应该也还是会开着啦。对，那 meeting room 我应该会开，等一下开到5点10分差不多。那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进来跟我们做询问。对，那或者是明天的休息时间也可以来继续去做询问这样子。那今天就谢谢大家来参加，那我们明天见。刘同学，那个影片的部分我们有全程直播，所以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 YT 去看 ，YT 都有做直播这样子。PPT 的部分，因为今天这些东西，你说其实它是可以帮你更好处理这个，更好帮你处理这个比赛，但是今天先讲的这些东西呢，它也不算是就是必要的。所以说我们没有我还没有做这个今天这2个部分的教材。那前面的模拟器那个部分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教材有先放上去。对，这个教材部分我后续会在那个会在我还在编啦，就编好之后我会再上传。对，好，不会。好，那我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会议室关掉。OK， 那我们大家就明天见。拜拜。